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中的虚无感。虚无感似乎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共同感受。在生活中，我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位朋友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公司的宏大愿景和自己努力工作的照片，并配上充满正能量的文字。但有一天，我和他私下交流时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他每天都能感到虚无感的与日俱增，像一颗公司的螺丝钉。另一位朋友在家人的催促下，终于成功考上了公务员，用他的话讲，叫成功上岸了。所谓上岸，是指脱离了苦海，来到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地方，他的家人也都非常高兴。但是他开始工作才几个月后，就发现自己出现了严重的拖延和对抗工作的倾向，一上班就发困，一下班就变得很兴奋。还有一位朋友在知名企业工作，有着令许多人羡慕的高收入，当他向别人提起自己对职业的倦怠情绪时，别人往往不相信或者认为他只是在变相的炫耀，这也导致他经常感到自己不被理解。疲惫感不仅出现在普通性质的工作中，甚至也出现在艺术领域这种高创造性的工作中。例如，冯小刚在接受杂志专访时曾经表示，只要是跟电影没关系的事，都有意思。一位电影导演对电影本身感到厌倦和无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工作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把工作的动机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满足起码的需要，包括谋生、获取物质条件、被他人看得起等等。第二类则是成长性的需要，包括获得意义感、激发自己的潜力、感到自己对世界是有价值的等等。人们经常觉得自己只有第一类需求，而第二类需求是一种非常神圣和高级的东西，是只有少数有文化的人才会去追求或者有资格去追求的。从表面上看，很多人在工作中并不会特意强调意义感，但这只是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需求，而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种需求。实际上，第一类需要并不能替代第二类需要。比如，有人把追求财富当成人生的意义，这有可能吗？看似说得通，但是追求财富并不能作为终极意义，因为这个人真正想要的是进行消费，而不是获得钱本身，不能花的钱就毫无意义。换句话说，他喜欢的是自由消费的感觉，那么为了获取财富而从事的工作就不能够给他提供及时的意义感，因为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获取财富的工具。同样的道理，有人把追求亲朋好友的称赞看作工作的意义，这同样不能使他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意义感，因为这份工作的价值完全在工作之外。比如，当他在过年的时候接受多年不见的亲朋好友的恭维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挺有意义的。可是当自己远离了那个热闹的氛围，社交面具被撤去，独自一人的时候，就会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意味着这样的意义感是不及时的、不独立的。当工作本身不能提供意义感，就会出现劳动的异化。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人是时刻需要生活在意义感当中的生命，意义感来源于我们的观念系统。即使一个人知道按照世俗标准，这项工作算是很不错了，也明白这个职业和工作对于社会可能具备什么宏大意义，但是这些理由都未必能阻止他产生疲惫和倦怠。因为如果观念系统不能够组织和解释我们的全部经验，我们就会感到压抑或者无意义，感到自己被一己的世界给无机化、陌生化、机械化了。那么，一份工作具有的哪些特点容易使人感到虚无呢？首先是碎片化。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目的的认知并不清晰，只是盲目接受了公司、家人和社会等各种声音的灌输，结果是，这些目的如同碎片一样，无法拼凑起来。例如，许多公司都会花大量的精力去建设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就是不断地给员工灌输一大堆愿望，
努力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买得某种商品，要像某位模范员工一样努力升职，取得某种职位。社会上的各种广告和媒体也在不停地制造焦虑，暗示每个人都还不够优秀。但是，把这些碎片化的宣传当作工作的动机，是很容易感到动力不足的。一旦人们脱离了令自己感到焦虑的人际环境，并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说道，现代人好像有太多的愿望，唯一的问题似乎就是，虽然知道自己所想的是什么，但就是无法实现。我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得到我们想得到的目的上，但多数人从未对这个活动的前提产生过疑问，即他们知道他们真正的愿望。他们没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正在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否是自己所想的。上学时想有个好成绩，成年时则想越来越成功，想赚大钱，声名显赫，有辆高级车，还能周游各地，等等。然而，一旦他们在这些狂热的活动中突然停下来想一想，问题就来了。如果我真的得到这份新工作，如果我真的有辆高级车，如果我真能外出旅游，那又能怎样？这些都有什么用？我真的想得到这些东西吗？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原以为这些会给我带来幸福，可一旦实现，却又会令我大失所望。这些问题一旦出现，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对人整个活动的基础，对了解自己的愿望提出了质疑。弗洛姆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不想要这些目标，也不是说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必然和我们的本性不符，而是说，我们常常在未能审视自己内心的情况下，就预先接受了外界的宣传和暗示，误以为那些愿望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以重点在于目标是否经过自己的审视，而非目标是什么。不能自主同样是产生虚无感的一个来源。许多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尽管自己的工作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自己可以出入豪华的写字楼，在高端的场所开会，有闪闪发亮的头衔，却总是感到自己像一颗螺丝钉，因为自己并没有独立完成一项任务的感觉，只是在做一些可替代性很高的事。这一点也同样出现在教育工作中，许多怀揣着教育理想的年轻人选择当老师，他们认为教育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是一门开启心智、启发学生思想的艺术。然而，当他们踏入这个行业后，发现并非如此，各种与教育无关的任务不得不完成，这成了令不少老师身心俱疲的负担。一位当中学老师的网友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每天基本没时间备课了，从早到晚不是在批作业、培训、听课，就是在给家长打电话、开导学生，哪有时间认真准备自己上课的内容啊？”刚入职的3个月内，接踵而来的还有培训、比赛和教研。新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出卷比赛、寒假作业设计比赛、健美操比赛，朋友圈也经常刷到教师朋友们衣着光鲜、神采奕奕的参赛照，名校生已经成为了一种展示资源。有些培训占用双休日，让你没有时间喘息，而参加在工作日举办的培训时，你又不得不报上没改完的作业，见缝插针。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让原先由一个人完成的事物被拆解为无数个微小的步骤，每个人只需要完成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这一点对许多大公司来说尤其如此。撰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报告，回复那些重复无用的消息和 email， 整日与各种形式主义周旋，久而久之，连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从早忙到晚，却又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干，这样的工作就格外容易令人疲惫。那么，怎么缓解这种虚无感呢？答案是创造。创造不一定就得创造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不必把创造想得过于高深。创造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是人用来对抗琐碎、杂乱、庸俗和虚无的一种手段。比如认真地思考一个当下感兴趣的问题，坚持每天写一段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话语，饲养一些植物或者小动物，并观察它们的变化，认真阅读一段话，等等。总之就是努力使自己的意识保持敏锐和新鲜的状态，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去发现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志趣的同类，并建立起互相欣赏的人际关系。这种深层的链接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因为机械重复的工作而导致的疲惫和虚无。人的创造力只有在表达中才能体现出来，哪怕表达得不够好，但只要坚持表达和交流，就会逐渐改变和提升，就会吸引到他人的关注。
我们与他人缔结的精神纽带的强度，与我们创造力的深度成正比关系。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地投入创造时，我们虽然有时会产生孤独感，但也会变得难以被概括，难以被职业、地域、学历、收入等几个简单的外在标签所总结。这样的基于精神的独特性而建立的纽带，比其他纽带要更加稳固和确定。当一个人不能理解自己生命的独特性，感到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不过是在被动地应付外界的压力时，即使自己在现实中是有权利的，也总有一种无权的感觉在折磨自己。反过来说，当一个人通过挖掘自己的人生而建构起自己的意义系统时，即使他做出服从的姿态，即使他遭遇了很多无法预测的事件，他仍然可以在主观上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虚无只是一个内心深处的无力感的信号，它时不时地提醒着我们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简单，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吧，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